在你眼里，最影响睡眠的事情是什么？不是熬夜追剧打游戏，不是睡前暴饮暴食，而是打呼噜。一项2.6万余人参与的网络调查显示，超过70%人几乎每晚都会打呼噜。别以为鼾声如雷是睡得香，研究表明，夜晚打鼾，白天嗜睡，会让3高疾病、心脏病、大脑损伤的风险大大增加。权威专家教你止住打鼾，安心享受深睡眠。受访专家：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医学中心主任郭希恒，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主任高伟。打呼噜，睡梦中的杀手，全球每年被打鼾间接杀害的患者超过10万人。睡眠医学专家郭希恒解释说，打鼾时处于无氧气吸入状态，使睡眠呼吸反复暂停，造成人体严重缺氧。除了容易诱发高血压、心衰失常、心梗、脑梗等外，还会带来这些健康问题。白天萎靡不振，打鼾会造成频繁的微觉醒，干扰正常睡眠结构，降低睡眠质量，进而引起白天嗜睡、注意力不集中、记忆力减退、工作效率低下等一系列问题，增加肥胖风险。长期打鼾的人容易过量饮食，更爱吃高热量、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，导致身体代谢紊乱，体内脂肪含量升高，增加肥胖风险，形成恶性循环。降低骨密度，打鼾的人晚上睡不好，体力得不到恢复，可能会削弱运动能力，活动量变少，身体缺乏日光照射，会影响人体对钙的吸收，降低骨密度，皮肤过早衰老。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研究发现，每天睡眠不足的人，衰老速度是正常人的2.5到3倍，容易面色暗淡，失去亲和力。打鼾者缺乏深度睡眠，影响生长激素的产生和释放，加快机体衰老。还不会让激素分泌异常，影响智力和记忆力，损害儿童健康。儿童也是呼吸暂停综合征打鼾的一种类型的高危人群，儿童发病率在40% 以上，扁桃体肥大、慢性扁桃体炎、腺样体增生、气道阻塞物多都是病因。然而，大多数家长都忽略了这一现象，忽视呼噜声，大病找上门。一则实例：48岁的王毅打鼾多年，但从不觉得有什么问题，既不耽误睡眠，也没影响白天的精神头。直到前几天，睡觉时出现呼吸困难，半夜被憋醒好几次，这才去医院就诊。医生检查后发现，他扁桃体肥大，堵住了呼吸道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后果会很严重。在医生建议下，他选择手术治疗，前后花了1万多元，终于止住了鼾声，挽回了健康。专家表示，打鼾分为2种，一是单纯打呼噜，即鼾症；二是在打鼾过程中出现呼吸暂停，即医学上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，主要是夜间肌肉松弛、咽部组织堵塞、上气道塌陷，气流通过狭窄部位时引起了鼾声。习惯性打鼾的人，25% 以上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，而这其中80%以上从未就医。如果当你或者身边人打呼噜时突然不喘气了，持续时间超过10秒钟，一晚超过30次，或是每次睡醒都不解乏，白天犯困，就很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，需要尽快治疗。5个改变，不做打鼾人。打鼾的诱因不同，治疗方法也各异。普通人可通过改善生活习惯，避免打鼾带来的健康隐患。1、饮食清淡些，控制体重是应对打鼾最简单有效的方法。饮食注意清淡，不要过量。睡前不要吃辛辣刺激性食物。爱打鼾的人群，最好不要喝牛奶，奶制品可能会使喉部产生过多粘液，阻塞呼吸道，进而引起睡眠呼吸暂停。2、改成侧卧位。肥胖的人软腭低垂，舌根肥大，鼻息肉多，仰卧时更容易打鼾。建议常打鼾的人，尤其是肥胖者，不要仰卧或俯卧，以免造成呼吸道阻塞，可调整为侧卧位。3、选择荞麦枕。睡觉时枕头不能太高，1个拳头的高度即可，能保持下颌稍微扬起，缓解打鼾。枕头不能过硬或过软，推荐软硬适度的荞麦枕。4、戒掉烟和酒。郭希恒说，烟酒会刺激上气道，引发炎症，加重打鼾。抽烟酗酒的人应尽早戒除不良生活习惯。打鼾的人还最好别吃安眠药，它会让肌肉松弛，抑制呼吸，可能加重打鼾。5、关注鼻部健康。某些鼻部疾病可能加大睡眠呼吸暂停的风险，最常见的就是感冒，鼻塞时打鼾会加重。如果有扁桃体肥大、
上气道问题，也要尽快去医院治疗。关爱自己，关爱他人，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。转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你说看到的，也许正是别人所需要的。你的一次转发，有可能帮助无数人。欢迎订阅、分享，记得给个赞。谢谢收看。